好在。好的。欢迎来到9500潮流穿搭禁止真人秀，这就是潮流。我是潮流代言官李佳琦。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代言官 Justin 黄明昊。哇，佳琦哥今天真的是一身气宇轩昂，神采英拔。过奖。我觉得小贾弟今天才是玉树临风，翩翩少年。如此盛装，为何啊？今天可不得了哦！我早早的就听说啊，12强选手即将上演精心准备的跨界国风秀，哦，自然就要盛装出席，然后满怀期待。不过他们登场之前呢，容我们先隆重的介绍服饰史研究者陈诗雨老师，欢迎。之所以这次会来，也是想看一看那个最年轻的一代对于中国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希望这个新一代的，不管是设计师也好，或者希望从事这个行业的朋友们也好，要找到自己，找到自我。我们也可以引领潮流，就是中国人也可以引领中国的潮流。佳琦兄，不知道你心中的国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既表达了就是那种翩翩欲仙的气质，然后我觉得又要在现代的场所可以把它穿得出来，就像今天很好看。我今天这一身真的要感谢突然哥，这是突然哥为我准备的。哇，这突然做了，哇，好好看。哥不介意我从你的衣服上扯了一根绳子，绑在了我的头上吧？创意的很好，你是改造了国风。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小心思，你把玉石那个就是结绳记事的那个概念嘛，一颗绳结代表一天，然后是时间的概念。哦，这一下立马就懂了，有点文化。这一次的任务主题是跨界国风秀，第12强选手分成了4组，用汉服素披混搭4个不同的跨界潮流主题。今天他们将为各位呈现出4场精彩的跨界国风大秀。11位潮品团的成员将通过买它的方式为喜欢的选手投票，他们的投票呢将直接决定选手是晋级还是待定。本场将淘汰2名选手，各位将与我们共同见证，这就是潮流的全国10强诞生。我会看重他们这次的创作跟这个主题的关联度吧。跟我们的历史跟我们的国风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衣服好看的同时，在兼具礼节性，然后同时呢，在兼具着年轻人的潮流和创新。希望能够看到，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这个中国设计师，还是要树立起中国人的形象。好，各位，跨界国风秀大幕开启。别忘了，我们还有神秘嘉宾哦！还是那个熟悉的舞台了，只不过今天给大家加了一些小机关在里面。如果你们觉得现在灯光的配色、大屏的视觉的东西啊，跟你们的服装是有冲撞的，这个一定要提前说，或者大家可以先熟悉一下。小贾吗？等小贾吗？小贾呢？小贾在哪儿啊？我来这儿呢，就是想找一些最潮最新的中国风造型。我觉得只要你能坚持自己，然后表达最真实的自我，我觉得这种就是潮。我给你们准备的大礼，杨超越小姐。Hello， 你们好，我是杨超越。呀，超越漂亮吗？漂亮。超越姐漂亮还是杨超越更漂亮？都漂亮，都漂亮，都漂亮。少事儿，少事儿，超漂亮。好可爱啊！今天不是彩排吗？我穿的像个土一样。我们都是，我穿的睡裤。超越呢会加入你们的国风大秀，成为你们每一组的模特，所以你们要给超越设计衣服，然后他会跟你们一起走秀，是惊喜还是惊吓？惊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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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讶。
介绍一下，这都是我们的选手们。我们组叫稚嫩的00后队，因为我们都是00后，主题是艺术展，名字叫做生长。他们2个是队长。双胞胎吗？不是。啊，不是啊。好像啊，感觉。我们的主题是滑板，然后我们的组名是连。也有你需要参与的音乐部分。啊，音乐部分。不，乐器就好，乐器就好。我们家超越老师最擅长音乐了。跳舞唱歌没有落下的。我们组的名字是旱地拔葱。旱地拔葱。我们队有个葱哥，对，他是大葱哥。我们主题是街舞。你们俩终于一队了是吗？对啊，终于一队了。哎呀，他们已经连续2组一队了。每一组都是一队。锁到了，懂了吧？多余了。棕红，终究是，整个人身上都是有光的，有墙。完了。我们组的名字叫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因为我们是一个赛博朋克的主题，讲赛博朋克和国风的结合。有一个事情，你有情况要说？对，上一轮刚比完的时候，我把队长主动让给了。那由你们2位推荐出1位队长。推荐他。这一场我好多朋友走了，我就有点难受，所以这一次我也希望能选择我最要好的剩下的朋友。他说也可以这样，所以好，所以现在你是队长了，他不是队长了。好的，我们现在就看一看给你们准备的道具吧，汉服的速胚。节目组提供了4件汉服速胚，选手们还要为杨超越设计一套全新国风服饰，共同演绎本轮国风大秀。其实你们可以把这个汉服的制式抛到脑后，去关注到底是不是实用好看，再关注它所就是带给你们的这个礼节。我觉得设计的宽度会更大，没有那么难哦，但是时间很短，所以说还是很大的挑战。事不宜迟，各位赶紧采风去吧。OK， 好，出发。好，走啊。走吧。你好，欢迎光临来到云梦微说世界。这是我们魔都400年的起点海上芋圆。往后动。有点东西。就如果真的是这么一个古代场景，它现实中就是能这么移动的，就很赛博朋克。哇，这个好酷哎！这是光影。光影。对的。这是什么？铁皮玩具，挺朋克的。对。哇，这好帅啊！挺震撼的，都挺赛博朋克的。对，在配饰上面可以有的借鉴和学习。哇，哎，这个酷哎！我们可以搞投影，从顶上的投影，好帅。哎，我觉得这个灵感很好，我们4个人啪啪。对，4个点啪啪啪。我觉得这个也挺适合。另外一种做大的道具的话，哎，我觉得这个就挺朋克的，又有点像古代那种壁画，对，敦煌，但它画另外的方式去呈现。对，我们2个怎么老想到一块去，烦死人。哎，缘分。哦，这个不就是那个熔岩灯吗？这个拍，反正我觉得技法上我们看起来可以实现的东西。哎，这个可以用，我们就可以用白色东西，用红色明线去做。对。因为我们的白胚就是白色的嘛，去走一些明线的话，其实这感觉挺工装的，可以做得很有未来感。好了，选手可以上台了。老师好。这组还有点意思。你们这组是经费很够是吗？对，感觉完整度好高啊。那是辣条吗？不是辣条，是哪？就是那种什么碗那种花的那种管。对，是的。超越的衣服呢准备好了吗？东西都出来了，就差把它拼一起就好了。OK， 你有一个超好看的包包，还有一个眼镜，你会很喜欢。我都没有看到。哎呀，我觉得她好可爱，好直率的一个姑娘。哇，
就是脸好小，腿好细，不知道怎么说，有点语无伦次。就是你的角色，你其实是一台计算机，我们想逃离赛博世界，未来和古代就混合在一起，然后我们走出来，是这个意思。其实可能我不需要听他们说他们到底是什么，我好像就是我眼睛看到的，我就知道好像它的内容是什么了，就是未来感，它的一些元素都很明显。我觉得想法还是挺好的。你们3个怎么分呢？是一边一个，一边2个？对，一边一个，一边2个。就你们俩，我帮你们俩想好了，你们俩以后叫一帘幽梦。赫连嘛，一帘幽梦，他们俩天的完了，救命！你们俩一块进来，然后那个有点多余，宗红自己一个人进来，然后可以。你们现在要走位可以试一下我。是这样吗？哎，都太快！因为大家都是选手嘛，都是设计师，也没有说模特啊、走秀啊什么的。还是有点欠缺。进来之后，你们3个得先告诉他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了，我们要快跑，然后再跑。这些应该是在这边嘛，然后走过来的时候，大家对视一下，就是放慢，大家对视一下，然后看看，然后再抓我走。好，可以。那我们跑到中间该怎么交流啊？你就走2下，会投2下，走2下，看2下。因为稍微有一点经验嘛，就想帮他们能排的就稍微能排一下就排一下。不能说把秀排好吧，最起码把他们的顺序啊，就节奏什么都给他们理清楚，对，这是最重要的。OK， 觉得这次还挺好的，其实速度什么都是对的，都 OK 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辛苦了，下次再见。拿第1啊，明天。别捧杀。即将登场的是跨界国风秀。电子羊出逃，有请！加油！我还挺期待这组的，我很期待，其实我超期待。哇，也很美哦。Cyber mode deactivated. Return to flesh and bone.在演绎盗墓是吗？不是吧 ，Cyberpunk 吧？郝宇真的脸好小，真的。好看这个。哦，他那扇子挺帅的。好酷啊！这个是赫连吗？之前是穿白衬衫的牛仔裤的那种风格，这期赫连造型特别未来呢。是赫连吧？赫连。这舞美太强。然后我们也欢迎我们今天节目的潮流发现官杨超越，欢迎。大家好。所以超越这一次为什么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发现新的潮流。发现新的潮流就这么简单，对不对？所以第一组选手为你设计的这一身国风，你喜欢吗？我很喜欢，因为没尝试过的风格。没有尝试过的风格。我觉得超越老师她是一个很活泼、阳光、俏皮的女生，所以我会把传统的这个襦裙的外套，把它的袖子一分为2，然后在2层袖子中间藏上灯串，然后在外面的衣服是一种拼接的，像我们身上这种颜色，就是沙漠的感觉，就会很机能，然后也比较现代，也是我们现在所喜欢的。对，
哇哦！刚刚我们两个还在下面一直讨论说，哇，超越那个箱子、那个包包，好好看哦感觉好好看的样子哦。对对，还有个玫瑰，它这个花是真的好看。哎呦，好喜欢他们的配饰哦。我就觉得他们很有想法。是，那今天超越其实任务很重，没错，因为他要参与全部4组的一个国风秀，所以我们先请超越到后台准备一下下一个秀，好不好？谢谢超越，辛苦啦，期待下一次的表演。大家好，我们的主题是把赛博朋克和国风融合。当未来我们所在的世界将要全人类数据化，我们将不再拥有肉身。超越是一台人形机器，用这台计算机触发了一个机关，导致了时空坍塌，所以未来就和古代融合在了一起，就产出了我们现在这样子的穿搭。整体感觉不搭，就是没有融合到一起。对，第一个完全就是另外一种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我在赛博世界是一个考古学家，我就成为了一个寻宝者。我寻宝怕摔跤，所以我有一个气垫护膝，以及我会把我寻到的宝物都挂在我自己的身上，还有我累了会喝的水壶。视觉处理很好。不应该戴这么一个很现代的帽子在上面。在赛博世界，我是一个女间谍，所以我会有这种机能风、比较运动的裸口这样的一个短外套。在这个古代世界呢，我是个女刺客。这个帽子的灵感来源来自于唐代的密林，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风尘和风沙，而且它非常方便隐蔽。特点，其实你这次的造型跟平常相差的有点大，尤其是你这个发型，你的灵感是来自于哪里？灵感来自于就是古代不是有那个锦衣卫，他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髻吧。然后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感觉，然后头上做这个芯片，相当于未来世界一个电子人的感觉。然后我身上的这件衣服是用了很传统的大圆领，胸前做了一个类似于官服，上面有图腾的一个机械龙的感觉，比较意象。然后这边的半扇叶就相当于古代的时候锦衣卫会有群经的之类的，做了一个改善。那宗弘，听说刚刚大秀的音乐你也参加了他的编曲，然后他的改编，这么厉害？对啊，就是他那个大秀音乐他自己也有参与进行准备。我们给的那个你们看了是吧？对，那些视频我们看了，但是音乐可能调一下顺序，或者有一些要循环稍微久一点点之类的。因为我以前做过一些类似秀导方面的工作嘛，所以去跟秀导团队对接的事情，我就独立完成，他们也挺信任我的。牛！这个好酷，牛吧？牛，故事性也出来了。哇哦！你们的分工是怎么样的呀？我会主要负责秀场的部分，快一是学辐射的，所以他会去负责超越的部分。然后，赫连，完蛋，连队友名字都记不住了。赫连就是处处协助我们，他协助了非常多。我觉得其实比我想象中要精彩太多了吧。我觉得这一组，最大的收获呢，是他们对于我们没有给提供的款式的探索。比如说像快一的那个蜜梨，这个是昨天陈诗雨老师我们有在沟通的。这个是我的哦，金属的，有点类似于去沙漠防风的那种。那对，就是蜜梨嘛。哇，老师你好厉害啊！就是出有风沙的地方，你戴的那个头巾，就在沙漠里的那种。它真的就是汉服的组成部分，是。然后包括赫连的这个造型，我觉得很出乎我的意料。你整个就好像是一个未来的唐俑，哎，是有点。就那个眉毛什么的也很那个带感觉。然后包括就是我们队长的这个悬挂的这个叫什么来着？诗雨老师。古代它有我们装这个工具的叠鞋带，叮叮当当的装满了各种各样，比如说打火石，然后你要吃饭的筷子、收纳袋吧。就是我觉得他们能完成到这个程度，其实已经很惊喜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真正的收获，是因为他们去了解了汉服，学习了汉服。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这个比赛和节目的意义。是哇，老师第一次的评价就这么的高，对啊，那后面的选手压力会很大。超莲老师，我给赫连跟快一他们取了一个组合的名字，是什么？叫一帘幽梦。一帘哦，可以。怎么样 ？CP 感还是很好，好棒，我觉得很喜欢。谢谢了，谢谢老师。
我觉得就是整个秀跟衣服都挺不错的。整个秀的话，我觉得你们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呈现出了一个戏剧感。东方元素本来就是 cyberpunk 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我觉得你们又做的跟传统的 cyberpunk 有一些不一样，然后把握到一些点，我都觉得蛮精彩的。我第一个想的东西就是音乐，因为我还没看到你们长什么样子，可是你音乐，我就是感觉说啊，我心里已经感觉到我在这里。可是我的问题是，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有几个人我还要看我这边的 document 才知道你是谁。你的自我还是要非常非常清楚的。谢谢了，谢谢老师。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请潮评团的各位，请买它。真的吗？啊？才6吗？真的假的？这太夸张了吧！也太低哦！我真的要怒了，怎么可能？我觉得融合的非常好。其实我挺不能理解，肯定不止6分呀。品味太差了，不投了。真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对这个文化是诠释的非常的好，他们把握的重点也很好。我其实不太认同的，觉得他那个呈现的塑料感比较强，没有任何的审美，所以我是不认同的。2个结合度上面其实有点乱，他在这个中国感这件事情上可能还有点欠缺，直接的这视觉上乍眼看上去不太像中国的东西。你们共获得了6位潮评成员的买它，请先入座我们的晋级席。我说实话，我真的很喜欢赛博朋克族，我觉得他们很有创意。我就看他们3个非常像一个团队的人，看到他们我就觉得挺潮的。你们很棒，很厉害，很厉害。我觉得我们组的舞台挺成功的，我还是会坚持我自己喜欢的。如果下一组选手的分数比你们高的话，他们将替代你们直接进入我们的晋级席，而你们将会进入到在地区，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并不安全。那接下来我们赶快有请第2组选手上场，有请跨界国风秀生长。我觉得这样合作特别棒，自己辛辛苦苦一个队做出来的衣服，把我们最大的实力展现给他们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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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美术馆西岸馆，我们来寻找灵感的。老师好，老师好。好像都很小啊。对，我们都00后。00后。对。跟我小孩都快差不多了。咱们现在这里这个是龙美术馆。好。龙美术馆现在是上海的当代艺术的一个地标的一个艺术空间。这里很多国际的重要的艺术家，还有很多很好的国内外的艺术项目都会落在这个地方。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吧。你看到的生长，其实特别像你们身上的这么有朝气的东西啊。这个作品有生长系列，基本上都是用拼贴的方式完成的。师傅，觉得你这个黑色的这种对比，我觉得特别棒。我是希望我自己的创作，这种语言是非常当代的，甚至是国际化的，但又有一些元素是属于我们本土中国的东方的东西。所以在作品的选择里面，我就会选择用墨这个元素。生长这个主题，我觉得特别棒，能给人很多想象的空间，好厉害啊！我这边准备了一些素材。这些就是以前的另一幅画，会变成下一幅作品的元素所以我就把它撕掉了对对对，好，你们也可以试，但试完以后能不能去重组某一种东西？老师，你是让我们现场做吗？是啊，我的天啊！这2幅就是给你们准备的。你这个你打算直接捏上去吗？对，要做它这个跟它这种一样的效果。每一个选手他们都很年轻，
在创作过程当中，我大概可以看到每一个选手他自己的一些特点。在整个创作过程当中，就是能不能他们自己找到自己的特点，这非常重要。所以我也是希望，就是说借用这次活动，给他们有一点启发吧。细节很好。我觉得整体还不错，但是像这个部分啊，稍微有点太突兀了。过于强调要整体，要形成一种链接整个画面的一种元素。脑洞直接炸开了，什么想法都有。他的一些作品啊，就非常符合我们的审美，因为什么拼接这些东西都非常棒，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融入到一个衣服里面的。最深刻就是它是破土而出，生长。你可以想象一个小种子，它是这个破发的一种欲望和一个动作。所以我的想法是弄一个立体的东西，然后呢旁边的这个就是感觉把它包裹住，但是又没包裹住，然后让它突破出来，就是破土而出的那种想法。对。主题就要生长 ，OK 吧？生长，秀。从现在开始，别的选手的垃圾就是我们的材料。这个，你确定是垃圾吗？这些？是，我这个包。嘿，这些是你们的衣服吗？这些是你们要用的吗？这个不要了，对吧？边角料。这个你们还要吗？这个？哦，这个不要，不用了吗？那我拿去用了。这是别人不要的。哦，这里也是。我们这只有500块钱，钱又是最少的。没钱。老板，这些卖什么价格呀？都大概最便宜的在哪里？哎，这个可以。这要2块钱一个。2块钱怎么了嘛？很贵吗？贵。我们还得买这么多东西呢。如果到时候有一个东西要200-300怎么办？我问你。那我们先去买必要的吧。OK， 对，白布纯棉的麻的，这个多少钱一米？48。这一起呢？这个150块。老板，你那么美丽的、那么善良的女人，你肯定会对我们好的，老板。雅居整形一下，帮助我们。今天不赚钱了，对，当做今天不赚吧，老板。当个慈善，当做慈善吧，老板，当一个草原一商品啊。好，谢谢老板。好。就是感觉，怎么说呢？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讨价还价过。便宜点，这150一个价的，80没有不能换，90，便宜10块钱了，我们买2个，哎，我们再给你推90。尴尬，对。哎，老板，你这些要不要啊？收起来，快点。哇，你这有没有那种过期的就要丢掉的水果？够吗？够了。买了很多烂掉的水果什么的，开始做。怎么穿的我们都不知道。5个人的廓形可以依次就是从小到大去还原模拟一个生长的过程，从发芽破土长成树，最后枯萎，就是从廓形上去表达。怎么弄啊？要用衣服啊？对啊。关键是不是要那个颜色吗？要绿色啊。艺术家老师他的主题就是生长，然后我们也想就是我们做衣服啊，可以跟他那种作品有些相似，比如说老师的这些拼接、泼墨、扎染，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融入到一个衣服里面的。里面没染进去，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对，还可以。或者是一些颜色的怎么去碰撞，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它出不了颜色。你又来了，没有灵感了，没有灵感。但是我知道用什么颜色呀？你又来了。周主要他人美、善良、心上大方，对，大方、聪明、机灵、活泼、可爱、温柔、善良、美丽、活泼、动人、聪明。对，不过他太急躁了。对，你要是说缺点，那他太急躁了。就是主要是我怕我现在一搞毁了。别怕。颜色不会毁，不要太去在意这些东西，有东西随便弄出来也很好看。扎染就随便弄的。优势就是我们很团结，我觉着，就大家一开始前一天是陌生人，然后第2天就突然关系特别好，这种经历就很感人，我觉得。就是通宵凌晨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了，就感觉自己会更吃苦，然后呢，就自己就越来越突破困境啊，就没有以前那么娇滴滴弱小了，对。我们先播一下，对。祝大家喝。
这样吗？够了吗？植物大战植物大战僵尸。超越说你们刚刚就像植物大战僵尸。对，真的，但跟植物也挺有关系的。对对对。裁判过程中其实是有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没有想好这个该怎么动作，怎么走场。我感觉我开始走的特别僵硬。我觉得你就越走越低，越走越低，然后走到最低的时候，你就嘣就倒掉。对，怎么倒？谁？没事。你就越走越，不然你这么摔下去也太那个不好摔。你发芽你就很简单，你别直接出去，你先外面探出头看一看，看两下，对吧？这个你先看一下这个世界，你再慢慢的出来。它是发芽，我走过来，我能捂到它的眼睛吗？这样，然后它把它推开，就是发芽。可以。上场的时候，嘉宾们帮我们想了一下，后面也运用上去了。你看啊，对吗？你想想看，你先这么慢慢把它推开，然后你慢慢的往前走，你就是出去看，你就不要是就演，你就太演了，太演了，好难啊！没事，自己台步我觉得走的不行，但是我会练，然后就重复的彩排了几遍。你就推开，对，小偷很难的，坚定，这样转圈，你试一下，推开，捂上，打开。你要是想演出一些东西，你得靠你的一些动作啊、一些表达什么的。大家可能都是以前应该舞台也比较少吧，也会比较紧张。你们这要是表演好的话，还挺创意特别牛，交给你们了。好，加油！谢谢，加油！谢谢。有请跨界国风秀生长。我很期待校服兄弟。哇！哇！跨华大秀的感觉才有对，它就是有那种你说的那种中国感。耶！终于有一些大廓形的东西了。对，拖尾。郑斌的还是挺帅的，没有看懂啊。哇，杨超越好好看啊！哇哦！校服兄弟真的是有打破，他们每一期都很惊喜。我怎么突然心虚了？我觉得都比我们衣服好。我也觉得，我每次都是这样想的。我觉得他们那个秀的理念真的还是蛮厉害的，比如说发芽嘛，看到超越就会蒙住眼睛，然后我们的那个小唐就会慢慢把这个拨开，探出头来看，这就是种子发芽的一个过程。左儿这边就是花开花了嘛，最开心的时候转了一个圈儿，小翔这边就是比较稳重，就是大树的时候他走路都是就是这种很沉的那种走路的感觉，凋谢之后就整个就是往下走的。对，哇哦。中国传统的就是服饰一种叫百家衣，在以前的时候也代表着百姓的希望，也慢慢变成古时候的时尚。我们的布都是学生之前做东西用剩的。哦，帝妃第一天用的那个面料在她身上。哇，所以超越身上这件衣服也是百家衣面料，然后搭配起来的。这个拼接的这个绿色的外套，就是看着就是夏天的时候看到绿色会觉得很凉爽，很喜欢，感觉就是充满着生机。绿色就是有点简单的，就是可能还比较素，
但也是还是有设计感的。但那个是百褶裙的，超越那个就好看，因为它拼的少，然后元素不会太多。而且我看到超越，就是它的妆容上也有很多的小心思。对，就是那种绿色闪片，因为种子嘛，它就是刚出生会有一些绿意，但是又没有那么明显。所以超越喜欢这一组的搭配风格吗？挺喜欢的，就是感觉很原生态，充满生机的。陈杨超越的那件衣服，优酷可以加购，下一个剧集可以让他去。谢谢超越，那我们也要先请超越到后台去换下一组的衣服，辛苦你了。我们是运用了很多就是再生布料的技巧，比如说我裙子内搭，这个它其实就是花，然后呢我们拿锤子砸上去的。哦，鲜花染。鲜花直接砸上去的颜色，敲。左儿，这个你看这个裤子，就是他们就会穿这种彩条裤，然后这就是唐代的纯复古的，用陈奕迅老师的艺术的创作手法，但是色彩往这个上靠。还有车厘子、番茄、橘子都有。左儿这件单品我超级喜欢，我觉得完成度非常的高，而且你在这件单品里面呈现了你对色彩的敏锐，跟你在1分钟变装的时候你选的色彩很相似。Bro, I like it. 哇，好厉害！这件衣服如果是在店里边挂的话，我肯定会购买。谢谢老师。佳琦哥还有那个圣兵的衬衫也是他自己烧的。对对。真的吗？我们自己烧的。她那个裙子好有心思，外面还有层那个黑纱。那个披风我可以架构。那个真的蛮有个性的。这个也是大家用剩下布料，然后里面可以看到是竹子，还有铁丝。你的鞋都是在路边上找的那些木材吗？他自己做的，对。自己做的这些都是。好厉害！就小唐这件是他，就制作编织是他自己，他就突然学会用缝纫机，然后突然就开始。自己。对。哦，掌握到了。哇！技术已经到我手上来了。你自己用缝纫机了？对，他们都是学了很多。夏普兄弟我合作过了，今天他们这个就是做的很多不一样的。我现在看你们的 concept， 我很喜欢这个中国味，比上组还好。其实说实话，听到没？比上组还好。最困难就是经费只有500块钱，我们要想着怎么用这500块钱去做5套衣服出来，其实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的表扬要来了，就是昨天其实像林胜斌，包括像校服兄弟，他们都是临时学的配色。多的料给我一点点，我拿去拼。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剪成好多小块，然后让它平均分布。咱们在做设计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起来，你看着这个东西，然后你把眼睛眯起来，让视线变得模糊。你看这一块是大的黑色块，这块白，这块黄。但实际上，如果它们混到一起，它们会形成一块新的布料，这个才叫面料再造，不是拼接。我觉得效果一定会比现在好。挺感动的，就是他们能把这个东西完成出来。我觉得你们的18岁是不平凡的18岁，然后我觉得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谢谢老师。接下来就要把难题交给我们的潮品团的各位了，你们要买它吗？3秒之后我们就开始哦，3、2、买1。不敢看了。哇！恭喜我们的第2组选手得到了8位潮品团成员的买它，谢谢。我喜欢校服兄弟的那个绿叶加下面是树根的那个造型，我觉得它特别的有生命力。对我来说，它是比较有那种复古感，然后同时呢美感也兼顾到了。大树组有一个袍子，我就好喜欢，我就觉得那件衣服第一不用考虑身材，任何人都能穿，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大自然的这个主题。这么高，还是高的有点过了，我觉得。怎么有点慌？现在有点心慌，醒了。他们的创作可能保留了比较多这个中国古代服饰或者说传统服饰的一个廓形，
就是这个宽袍大袖，比较潇洒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下一组选手应该压力蛮大喽，真的很大。是，那我们第3组选手是摩天轮队，队长酸痞，队员吹吹和雪飞，他们选择的跨界潮流主题是滑板。国风和滑板，这2年不是滑板很流行嘛？但是有关系吗？没关系，看他们怎么玩吗？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跨界国风秀脸。这上台前压力有点大呀，8票。到了吗？ I'ma get the money, make it flip. Tryna do it like me, but can't do it like this. Got the styles, got the steez, got the drip. 哇，有看过穿这个风格的女生来滑板吗？小心一点啊，吹吹。我大概整个高中一直都在玩滑板。哇，吹吹好棒！会吗？我不是特别会。哇，就我一个人没运动神经。耶！Hello， 大家好，是因为抽到了滑板环节的一个服装制作，然后我们就想今天跟大家多交流一下板子上面的这种图文或者审美上的这一块，你们是不是比较在意？比较在意。偏向于这个支配这个元素在里面，正面也是有出来，你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复制发现出来。我们可以把3个人的滑板全改一下。我们要把滑板来改啊？滑板可以改。滑板可以 design 自己喜欢的，把自己喜欢的元素全部揉在上面。我做设计是完全不喜欢那种特别象形、特别具象，就是因为是滑板的主题，一个人背上就背个板，我不是这种个性的人。你们当时就是怎么样一个契机让你们决定学这个？我当时为什么滑板也是因为一个朋友带我入坑的，然后我是3年前的时候骨折了嘛。比较严重，所有人就包括亲戚啊、朋友也觉得，就你不可能再滑板了。但实际上就是说，这种喜欢的话，不会在乎。对，你再让我选择一次，我可能还是会选滑板。对，他的这种态度直接就能吸引我的点。无论你跌倒多少次，你依然会往前，义无反顾的这种精神是共鸣到不行的。常摔到的地方有哪些？这里、手肘、膝盖，什么地方都会摔到。对。做甲片，普通的板面上如果有款这个就是滑板，它是具备就是比如说灵活刹车的功能。没有哪个滑板有刹车的东西。对。就比如说我踩一下，后面有一个按钮。柯南吗？比如说要摔了的话，我怎么样一下，然后让周围的人闪开。这些东西，我觉得没必要这种东西，功能，然后有点傻。就是滑板，因为是一个很街头的运动，它加了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反而会就失去了它的本真，就变得就像一个交通工具一样，就没有那么有意思。Hello， 准备的怎么样了？我们这次的就是整个我们在车上的讨论的一个主题是有一种神隐的感觉。我不管嘉宾是谁，那我想把他带到我们的这个神奇世界，就是有点穿越那个感觉嘛。对于背景的素材的一个需求，就是从正常的世界跟这个神奇的世界要进行一个串联。我们可以让嘉宾，就比如说出场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滑滑板，他摔一跤，到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我在想说，可不可以跟虚拟偶像进行一些联动？就设计一个虚拟偶像，我想把滑板背在背上。这个时候，我像剑客，2次元里面很多的那种大型道具，滑板抽出来，然后完了以后，可以用到薇娅身份吗？我是个个人色彩非常严重的人，我总是想去影响别人，让他们也去喜欢我喜欢的东西。我觉得雪飞主观性太强了，整个人的人物形象喷射感也很强。赶快把落地回滑板，我们真的想到关于滑板的东西真的不多。我就讲一些落地的哈。我们今天聊一下滑板运动员的这些精神，就是有些人真的中途受伤2年，打钢钉在骨头里面，问他现在还愿不愿意做，他愿意。
所以我们整个秀场的感觉呢，就是想从正常的世界，通过滑板这种精神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大家都义无反顾的热爱自己、追求自己的东西。我说一个我想呈现的落地的形式啊，就我们不说概念，就比如说可能用一个就是那种汉服交领的一个款式，因为功能性是很好的，很舒服。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外套，可能运用了一个就是中式的文化，比如说像尖尾羽燕，就是因为那个燕子是飞得特别快的，而且很坚毅。我觉得这个精神实际上和滑板精神实际上是相对比较契合的。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手绘或者刺绣，也还有点那种自然的感觉？我们为什么不能就是把滑板的精神用中式的语言去说出来呢？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好的方向。滑板和汉服的融合的一定是作为最高标准去评判。你们确定所有的服装是用什么色系的？黑白的、黑红的或者灰的，就不是彩的。好，我没选粉色。我赶快把设计图给大家画出来嘛，就是大家找好自己心仪的 look， 然后我来根据面料的颜色来配来改。好，这样就很快。因为我们中只有3批是学这个专业的，所以就画图什么的都是交给他，我们就切合主题这方面给到一些建议。我要这种上衣和下装灰粉，就不要颜色。哦，我懂你意思。我觉得也不能是那种很大裙摆、大袖子、太过于汉服的东西，就很不方便运动。我觉得其实我还可以不对称，你知道吗？袖子一边是有点这样子的。pattern 对称的话就是1个版，不对称就是2个版，尽量做对称的，因为中国本来就算是一个对称美学的国家。但是很多国风的那种游戏，它其实就是那是游戏。我们3个都是很有自己主见的人，所以可能就是我们之间互相不干涉会比较好。哎，这个感觉是不错的，大家没有太多的沟通，就已经把自己的部分做好。我们这组组在一起，我心里已经赢了，你懂吗？哎，你们服装是已经好了吗？还是这是个半成品？半成品。这是什么东西？这什么主题啊？杯在中间，服装。对，你把这个拿下来。这磨咖啡豆的那个。这是一个杯子，我拆了当乐器的，就这样敲就可以了。啊，对，就这么敲是吧？因为他弄的音乐是从0秒开始。哎，这边星星、月亮，哎呀，呼啦啦 ，biu biu。我们整个的内容是，我们3个是你的式神的存在，然后你是我们的主人，然后你敲一下召唤一个人。我觉得想法还是挺好，但是它没有办法跟滑板特别融合。我们试一次吧，然后你看一下就可以。我看对，行。3、2、1，原地展示，你不能走这么前，然后到你基本上这个地方。哦，对 ，OK， 往回走，你别出去，你别出去。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在一起了。那我怎么滑？我往哪滑？我说我们从哪里开始滑？你可以绕着它滑。就你是从这边过来是吗？我不知道啊，他走到这里了，其实我没法滑，我只能往那边，就像有点下场了。你绕一圈呢？可以做到吗？那有点难。第一组一定是最乱的，感觉其实准备的还是有点欠缺。你们这个音乐绝对是不对的，音乐绝对长了，音乐绝对不对。是的，你们这边还有落伏，等会还要再起来，不可能是卡的对的。最动感的那一段，杨老师走出来嘛，对啊，我觉得那里完了之后就开始有一个混的地方就停了，音乐后面音乐就不要了，就结束了，我觉得要加一些重音在里面吗？姐，今晚来做衣服呢？我不觉得更多的去胜任老师们的事情是对的。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提供的2分钟的这个音乐，它这个感觉它不太好。我们找到符合我们想要感觉的版权音乐来直接用。宝宝，这个人是可以免费授权的，用学飞的一个朋友的一首歌，然后我们把它改编的，因为时间太紧。我刚发现这个声音特别好听，芬兰当乐器，蛮好听的。对吧？这是那个棍子，就这样的，就是要特别收音一下。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干活了，就没得休息了。搞音乐班，第一个出现的画面是嘉宾刚出现，然后选择我。我们争取在2点半之前给到这个老师。你没有仔细看吗？我这个东西分得非常清楚，整体秀的氛围、走位，然后卡秒，我们这个上面花的时间蛮多的。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想服装的事情，我完了，一直在说舞美的事情，我从来没说过服装。
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做出来的东西，吴美老师摸不透，今天来的一个艺人摸不透，最后选手自己也拿捏不透，我觉得这就是在台上非常尴尬的一个点。你觉得咋样？还行吧，我有点没看明白，没看明白，太乱了。感觉脑子一片空白吧，感觉你不说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主题。观众还是要只给的东西，他看到的东西绝对不是你心里想的东西。你们差不多收到这个位置，然后超越会往前走嘛，他走到差不多这的时候，你们就慢慢的靠过来，从他的后面，很自然的就最后前面跟他落成一排就行了。我真的很感谢黄明昊，我觉得黄明昊对舞台的节奏、4、5、6，对服装的搭配，对整个灯光表演的高潮和平淡的把握，我觉得都真的非常专业。我觉得他是出道不久，这么年轻的艺人当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善于累积的一个小哥哥。没给杨老师准备的衣服呢？我们还没做完，还没有做完啊？是我们是想看一下你喜欢的哪些，我们再给你做改动。对，你是喜欢偏现代一点的，还是偏古代想一下一点？你喜欢什么样的款式，然后我们把它呈现出来，这样。哎，那款式还没有定，大概样式。款式可能就是需要采集一下你的意见。我现在一下子让我想，我都不知道想啥，就感觉或者你们没有举点例子之类的。飞鱼袖、羊蹄袖、袍子袖，或者是把袖子摘掉，做成是绷带手臂。袍子袖、飞鱼袖、羊蹄袖、绷带手臂。那个袖子我喜欢有那种纱的那种。纱要，我们本来就素坯有欧根纱。欧根纱我很喜欢。这个外披会不会有点太白了？我觉得会。你们给超越做的再太白一点的话，吹吹就有点突兀了。对。雪飞也是这么白的，你也是这么白的。如果超越也是这么白的，那吹吹一个人这么红，真的就是特别杂，就让我觉得好像不是一个系列，就大家都在各做各的这种感觉。啊，太头疼了，我的天！彩排回来被要求大改，一切又重回未知了。我觉得我们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滑板。对。滑板结合的有点。我一直就觉得没有注重到滑板这个主题的实用性，然后一些滑板的精神，就感觉稍微做的有一点点偏题。我下面现在都一点都不滑板，好头疼。为什么一定要看起来很滑板？滑板就是我们一个颜色不给。不是每个玩滑板的人、喜欢滑板的人，他脸上写的滑板。但是我们主题是滑板。我不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一个主题扯回来，我只是觉得没有那么有必要。滑板和汉服的融合的一定是作为最高标准去评判。按这样说的话，所有主题都可以随便做。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我们抽到了滑板题目，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去滑板 too much。就是我是一个滑板的人，我看到这样我会生气。这种感觉和其他的选手给的那种扣题的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做的选择是没有问题的。就加油啊！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跨界国风秀脸来。哇！哇，六指琴魔的感觉。哦，好适合，我的天哪！这什么干将莫邪？对。好可爱。雪儿好会走。他的鞋子是绑带的那种，就是今年很流行那种绑带鞋。帅的，厉害，帅的，真是帅的。我觉得他们更艺术哎。哇！
哇，真的好，舞台效果比较好。如果刚才8分，这就10分，但潮评团我不懂。我不太懂，我喜欢。刚刚跟 Justin 在看你们表演的时候，就很像你们是游戏里面出来的人，超越像上官婉儿、花木兰，然后这边是干将莫邪。那超越觉得身上哪一件想把它带走？鞋还是绑带？绑带，为什么？哎，我觉得很酷啊！我出门的时候，我准备买很多根绳子，一直这样绑绑绑绑。那超越问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就给这一套的打分是多少分？如果要10分满分的话，10分，9分，9分，就真的很喜欢这套衣服。对，好，那我们先谢谢超越，让他准备我们的第4套衣服，谢谢，辛苦，谢谢。我特别好奇啊，崔崔是不是你第一次穿这种全黑白的，一点红色都没有的衣服？在这里是。节目的名字叫连，无论未来还是现在，我们都始终独立去完成一切。那这个就是滑板的精神，我们连在一起，连成一片，一起去滑板。但是我们永远在自己的板上只有一个人。哇，说的太好了！那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去设计的衣服，那超越老师的衣服是谁设计的呀？超越老师是我设计，因为你们能看出来游戏感。因为还有老师给到速批，速批是我们手上最有信心能够去更改像游戏像、概念像的这种大。那你的国风元素在哪里呢？国画，这是竹子，代表坚毅的女性，然后她身上有长龙，她身上是莲花。那谁画的？她全部都是她。哇哦！滑板运动也有涂鸦嘛，那是西方的一种涂鸦。我们自己如果中国有滑板类型的一个服饰的话，应该具备我们自己的一个文化在里面。嗯哼。那你们这个除了刚刚吹吹滑了出来一下以外，你们这个主题跟滑板是怎么连起来呢？因为我就觉得你们穿这样滑板也太累了吧。这是跟滑板没什么关系，还是2次元痕迹有点重。我们的衣服都是可拆卸的，里面是一套轻便的可以滑的。我们3个人都是可以拆的。我们这个就是女生这样拉下来是包裙，这样拉上来。哇，好棒啊！我忘了，哇，这个是我做了夜光的哦，所以晚上滑滑板也可以看得见，对，一边照一边滑，好酷哦！哇，这个好帅啊！我喜欢这个，我好喜欢这个。我采访过就是滑板的，就是其实像我微胖女生会比较多，然后我会说你们在意更多是什么？他们在意的是运动胸衣，选择那种运动型的内衣或者是束胸，但是可能很多人都穿不习惯束胸，束胸的话会很闷。对，它需要说透气，那我觉得绷带的材质是最好的，而且它需要紧绷，最好是更像束胸。那栓皮呢？我就是用中国比较传统的一片式这样一个剪裁方法，只是把这里上了一个工装的这种一个拉链。其实我觉得有些面料剪裁方式能够跟外面的距离更近一点，然后它的变化方式更多一点。就是滑板的话，其实这里比较容易受伤，然后还有这里，所以我就觉得设计一个比较好看的跟鞋子可以连在一起的护具，这样可以让大家更加安全。厉害，他们的设计都好有自己的小心思在里面，细节体现的很好。是，对。我今天看到各位，我觉得整个 look 很好，这个红颜色，红白黑我很喜欢。可是你们这样画上去，有些人看起来是滑板的时候摔跤了。我们的妆就是想体现滑板的时候摔跤。OK， 好，那你摔得很严重。这个老师怎么去了？现在怎么都这样了？怎么这么说？穿那个鞋子一定会摔跤的，不能滑板的。滑板一定上面的 logo 就是英文吗？我们的板鞋一定就是长那个样子吗？
鞋面鞋楦的地方，我们能不能是草织的、透气的？那我们鞋底的地方是怎么样子？可能我们在这个短时间内是做不出来的，但是我们只能做到概念先行。但是我觉得没有到刚刚那个尴尬的境地，我也不想说。其实我看完我有点沮丧。这个不是我们的国风吧？我真的不行，这个。我想要破格，我想时尚，我想高级。滑板是功能性的社交运动，它需要深入了解才能够受不了去做这个运动。这里面衣服我真的是不是很喜欢。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我理解的国风吧。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也不是我理解的滑板。虽然我觉得雪飞你说了很多，但是其实这跟滑板没关系，跟滑板文化也没有关系。我是觉得，当我们要去提到某一种文化的时候，我们要尊重它，因为我觉得喜欢滑板的孩子们不愿看到你们这样去演绎他们最心爱的东西。在创作上，我们只是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其实作品是骗不了人的。表达自己是对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能力。但是你说的是要是真的东西，它要是能自洽的，我觉得首先我们得把自己的作品做好，只是夸夸其谈，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创作者应该做的事情。对，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落实和动手能力的实操，无论他们组做的到底跟街头文化融合不融合，这是观念问题，但是他们在款式上有自己的改变。其实我觉得吹吹他们还是挺大胆去尝试的吧。乍看之下的视觉感，如果站在外国人的视角，会觉得是一个从至少是东方来的一个视觉感，因为是黑白水墨这个感觉。第二个呢，就是看到一些细节元素确实能够跟古代有一些关联，像这个半臂的脱掉这袖子的这个穿法，确实过去运动装会用的这个，可能在最初做设计的时候没有想到，古代也有这个像男生会穿这个超短裙骑马，但我们今天不知道而已。我觉得这个说的对，你也说的很好哎。虽说古代没有滑板，但是古代什么投壶什么都是有的呀。